咁啱啱出爐嘅2025年鐘錶成績表 AP 個表現呢就大勇，當中90%嘅收入呢嘅來源竟然嚟自於 Royal Oak 呢個系列。嗱，其實對牌子嚟講呢，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因為太過偏重於單一嘅系列。嗱，萬一 Royal Oak 呢個神話不再呢，牌子呢個盈利呢一定大縮水嘅。其實我自己呢都將我自己嗰隻 Royal Oak 呢賣貴咗噶啦。手錶呢雖然就真係絕頂咁靚啊，真係超靚。咁但係人點都係要 move on 嘅，因為嗰隻 Royal Oak 咧已經同我嘅收藏理念咧係有少少偏離嘅。隻手錶咧就冇做錯嘅，怪咧就係怪自己個口味變咗啦。不過同時間呢，最近有一個牌子重生咗啦，亦都因為有一個親民版嘅 Royal Oak 咧而重新走到咗錶迷嘅眼前。呢個牌子叫做 Livada，呢個字真係唔識讀 Grandcham。因為揾嚟揾去都唔知點讀，唔知係咪因為我打咗 Google 咧，佢又唔係瑞士文，又話係德文，咁我都唔知點讀。咁我簡稱 Livada 啦。講 Livada 咁大家都明噶啦。一個啱啱好今年100年嘅一個牌子，相信佢哋今年呢都會有好多新嘅作品嘅一年啦。咁今條片呢，最後亦都會介紹一下，透過呢個 Livada 嘅牌子啦，帶嚟一個全新 by watching 嘅買錶體驗，希望為錶迷帶嚟一個不一樣嘅半 online 又半 offline 嘅 shopping 嘅體驗，暫時好似市場上呢未有人咁樣去做嘅。其實事緣就係我嘅 Facebook 一直都見到唔少佢哋嘅廣告啊，當中 F77 呢個系列呢真係吸引咗我嘅注意，亦都見到唔少嘅錶迷慢慢咁入手咗呢一隻。不過呢一隻呢，暫時就真係只可以喺網上面去買啦。香港都一直冇一個銷售點，亦都冇代理，令到唔少有興趣嘅錶迷都有啲卻步。有幸小弟喺上年11月嗰陣時咧就飛咗新加坡嘅一個錶聚啦，錶展應該話都直接識咗呢個牌子，所以今日呢，可以為到香港嘅錶迷先帶嚟咗6隻嘅 F77， 有鋼啦，有 Titanium， 有陶瓷版。開始之前呢，先俾大家一個 Livada 嘅介紹先啦。1926年喺呢個瑞士嘅地方成立啦，真係唔識讀呢個。如果識讀嘅可以留言補充一下。我 Google 揾都揾唔到點樣讀 ，YouTube 都冇人講點樣讀。以前甚至乎呢，有自己嘅機芯啦，同大多數牌子都一樣，主要受到咗石英危機嘅衝擊。1977年呢，亦都跟上咗 Genta 嘅一個潮流，推出咗呢個 F77。不過可惜牌子呢就被逼停擺咗大約43年啦，直到2020年啊，先至俾一啲有心嘅人士等呢個牌子可以重新。功勞咧絕對都唔少得呢個 F77 嘅，以大概1/20 Royal Oak 嘅價錢就可以玩到類似嘅呢個味道。當然一定會有人唔同意呢種咁類似、咁接近，到底係致敬啊定係抄襲呢？嗱，每位朋友呢，自己都有自己嘅演繹。我成日強調呢，我嘅角色都係為錶迷介紹唔同嘅維度、唔同類別嘅手錶啫。中意唔中意呢，完全真係個人嘅選擇。個人嘅喜好，我盡量以多元化嘅角度介紹唔同嘅牌子啊，唔同嘅手錶嘅啫。講翻呢隻手錶啦，其實呢，佢雖然係似啫，但係有好多地方呢，我覺得佢甚至乎比 Royal Oak 呢更加之優勝。F77 呢主要分咗 Mark 1同 Mark 2啦。其實 Mark 2係新啲嘅，但係除咗錶徑有輕微嘅分別之外呢，以及 Mark 2嘅指針呢有時就唔一樣。其他呢，我覺得就好鬼接近嘅啫。本身有4隻銀色嘅呢個金屬款呢，都係 Mark 1嘅啫。大同小異，共同嘅 spec 呢就有以下呢啲嘅37mm 嘅錶徑啦，非常符合翻亞洲人啦，特別是香港人嘅一個手腕，比 Royal Oak 大部分嘅41mm 嚟得呢更加之好嘅。有一個好中意嘅 Dome Sapphire。即係我哋叫佢凸玻璃啦，就係簡單啲講就更加符合翻70年代嘅嗰種舊錶嘅呢個味道，呢個感覺更加之有立體感。另一個特點就係呢，亦都係賣走 Royal Oak 嘅一個原因啦，就係總係嗰個3點鐘位置嘅嗰個令我極度討厭嗰個日期窗呢。嗱，我真係講得出做得到，話賣呢真係賣鬼咗嘅。反而 Livada 嘅呢隻呢，佢大多數呢都係冇日期窗。我依家嘅呢6隻入邊呢，5隻入邊都係冇日期窗，留翻一隻
有日期嘅就試下大家嘅反應啦，因為總有啲朋友就係中意有日期嘅。標盤方面呢，Royal Oak嘅嗰個神級 Grill 4呢，基本上係冇對手嘅啦，係絕對冇對手嘅。Nevada 比下去呢係正常不過嘅事，不過起碼佢都會用一啲特別嘅材質啦，有呢個隕石面，有青金石。嗱，沙金石咧，我哋就成日見，不過咧冇比較咧就冇傷害。只要你睇過呢個青金石咧，你就會明白咧更加之鮮豔。沙金石咧相比之下咧就偏暗沉。我自己咧就幾中意呢個青金石嘅，特別是呢類偏 sporty 嘅標款，鮮藍色呢一個青金石咧更加 match， 更加有活力。另外最癲係佢仲有陶瓷 ceramic 嘅材質添，受惠於呢個技術嘅成熟咧，呢類 scale 嘅牌子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個全陶瓷嘅 option。嗱，一般咧做呢啲陶瓷咧都係得個標頭嘅，但全隻係陶瓷咧，加上佢呢個價錢咧冇特別提升，絕對係標迷嘅一個大喜訊。不過我自己咧就一直係比較中意翻光面拋光嘅一個陶瓷，瓦面嘅陶瓷咧硬係覺得嗰個層次感方面咧就爭啲嘅。不過可能有啲人又會比較中意瓦面嘅呢個陶瓷啦。嗱，總之都有兩隻俾大家選擇噶啦。嗱，試諗下咧 Royal Oak 嘅話咧，你想玩陶瓷咧，真係諗都唔好諗。你冇30-40萬咧，基本上都真係玩唔到。另外咧都有一隻青金石，但係 Titanium 嘅一個版本。嗱，10幾年前嘅 Titanium 咧，多數都係瓦面。依家嘅 Titanium 咧，我真係肉眼都分唔到出嚟，只係靠攞上手嘅嗰個重量比較翻。價錢咧又係冇特別，因為 Titanium 而提升，好誇張。嗱，瑞士牌子當然一個瑞士嘅機芯啦 ，Sopor P024嘅一個機芯，算係 ETA 啦同埋 SW 以外嘅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可靠性咧就絕對唔使擔心噶啦，話晒都係瑞士做。唯一可惜嘅就係真係冇一個透底，不過都還好啦，又唔係啲咩犀利嘅機芯。買嘅都係買佢嗰個正面嘅感覺，以及嗰個一體式鏈帶嘅呢一個換尾啦。嗱，以上基本呢就介紹咗呢6隻嘅資料。嚟到最重要嘅一環，標迷應該都好關心。香港一直都冇代理或者冇任何途徑可以買到，暫時都只可以靠官網去買嘅啫，又睇唔到實物，又唔知等幾耐先至寄到，有時寄嚟寄去都有一定嘅風險。依家我哋 Watch Catalog by Watching 率先為大家買咗翻嚟啦，等大家可以睇得清清楚楚之餘，更加可以比官網平一啲嘅價錢啦，大約9折嘅價錢啦。今集介紹嘅呢6隻呢，已經喺香港噶啦，又唔需要等待，即買即享受。保養方面呢，放心，一樣都係2年保養嘅啫。更加重要係香港係有維修點嘅，絕對可以安心咁玩呢個 Nevada 呢個牌子。最平嘅嗰隻價錢都唔使1萬蚊，由9000幾蚊去到12000幾蚊就玩到噶啦。冇錯，陶瓷同 Titanium 嗰隻呢都係12000幾蚊嘅咋。咁嘅價錢可以玩到陶瓷，所以呢個就係大家所講嘅平玩 Royal Oak 嘅呢個味道啦。好啦，咁啊至於網上買錶 versus 實體店咁去買錶，嗱，大家一直都有唔少嘅痛點嘅，特別是網上買錶啦。咁啊依家我哋有一個新嘅嘗試，盡量去用科技去解決大部分嘅痛點位啦，務求令到錶迷 online 買錶之餘都可以有徹底嘅一個體驗。某程度上就係結合咗線下同埋線上。平時網上買錶，特別是一啲小眾嘅牌子，你只係靠過一個網站啦，或者透過一啲 review 嘅 videos 啦、YouTube 嗰啲啦，然後就落單噶啦。但係我哋唔同，我哋強調手錶買賣咧係需要交流、有互動嘅。我哋採用一個好似類似 video call、video chat 嘅一個形式，有我哋嘅同事去接聽電話進行一個 video call。買錶嘅時候呢，一定有好多細節嘅地方，好想去睇，想好多隻一齊去比較，唔同牌子嘅比較，戴上手腕嘅大細嘅感覺等等，
我哋一樣可以做到。依家受惠於科技嘅發達啦，都變得更加之容易。加上呢，又可以同一個店員去做一個交流，吹下水。我哋玩錶買錶，無非都係想同其他人分享一下心得啫。有興趣嘅朋友仔都可以透過畫面上嘅呢個 WhatsApp number 啦，聯絡 Buy Watching 嘅店長Mr. Jam 啦。我哋暫時嘅活動空間呢，就喺堅尼地城嗰邊嘅，可以考慮直接相約咁去睇翻實物嘅手錶。當然你話即場買手錶，絕對都歡迎噶啦。咁亦都唔係一個鋪頭嚟嘅，咁但係我哋個活動範圍就喺嗰度啦。咁最緊要聯絡翻阿 Jam， 之後仲會陸續加入更多手錶嘅牌子同埋款式，記得留意啦。由於開始嘅初期呢，每款手錶呢，基本上都係得一隻嘅現貨嘅啫，賣咗之後呢，我哋都係逐隻咁去補貨，所以有興趣嘅話呢，盡快同阿 Jam 聯絡啦，早買早享受。Nevada 嘅貨源呢，其實都有啲緊張嘅，補貨嘅話呢，可能都要等2至3個禮拜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介紹，俾個 like， 留言發表一下意見。希望好快會有更加多唔同嘅牌子，再同大家出片介紹啦。拜拜。